被豪门老爷指定当孙媳妇的那日，我十分不安。周先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他那方面不行，就男人的正常欲望。问完，老爷子发愣，回头，当事人淡定站我身后。答案应该是否定的。应该是。莫慌，问题不大。虽然我失去了爱情，但我有钱啊。婚后一切正常，甚至我俩互相尊敬，连房事都相敬如宾。却不想某次，男人微扬眉眼，眼神旖旎问：我很差吗？我点点头，猛然惊醒，立马摇头，心里暗骂妖孽。周末地铁，我用 AED 救下一位老人。第二天，以不知名热心青年上一波热搜，并被网友扒出老人是资圈周氏家族创始人。第三天，周氏官博发出视频，老爷子病服病容说要感谢我的大恩。小姑娘命中带贵，周家定有重谢。公众互联网之外，周老爷子一个电话让我做他孙媳妇，我真的会谢。众所周知，周氏现今掌门为老爷子第四子的独子周庭，身家过亿，容貌端正。本是单身钻石王老五，却迟迟未婚，原因众说纷纭，但绕不开豪门海参。周老爷同辈4人，父辈生子，加之儿孙辈，少说几十人，皆盯着周家企业这块香饽饽。为一块地放狗互咬式基操，进阶版多是杀人不见血的兄弟戏抢手段。我用脚想也知道正确选项。周老爷始终坚持，以至于后来我收到周家二姑婆的邀请，网传日常帮周老爷预定墓地的人，周家独孙媳的人选，他不会袖手旁观。挂断，我激动地给闺蜜发消息，要来了，富婆砸钱的戏码，宝记得加价。闺蜜的回复深得我心。晚上，我坐上谈判桌，对面的二姑婆如约到来。她简单粗暴递来一张黑卡，400万。不错不错，我的心理价。我正准备加价，二姑婆抢先开口：2个选项，第一个要钱，必须要人；第二个可以不要钱，但必须要人。我怎么和想象中不一样？大脑宕机2秒，二姑婆竟然连续3次加价。平层2套学区房，800万，一口价1000万。小姑娘，再多就不礼貌了哈。我吞了吞口水，留下打工人悔恨的口水。狗腿子一笑，亲切地抚上大姑婆递卡的手。大姑婆，你说的对。当晚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男人藏身黑暗，身穿黑色真丝睡衣，姿容懒散，坐在类似铁王座的位置，虽看不清面容，但露着的皮肤匹敌雪山白。他脖颈的喉结若隐若现，锁骨的骨骼肌线条弧度堪称完美。诡异的是，大长腿下是10几位周氏亲脉血印，薄唇露笑，带着阴森森的恐怖。他勾了勾手指，苏甜甜，是不是喜欢钱？扬长的声线，轻佻带着挑衅。梦里我竟然是一双狗爪，哈腰上前，3步之遥，他嫣红色的薄唇再次勾起。1000万，记得把命给我。梦醒了，一身冷汗，吓得我第2天就去了医院。周老太爷病床前，我放下果篮，露出标志性微笑。周爷爷，你看我要和你孙子扯证哈，你实话给我说，周庭先生是不是有啥隐疾？我使眼色，老爷子躺床上，脸上的皱纹抽了抽，没明白。我降低声音，斟酌说话。比如性格，我声音很小，毕竟老爷子身体还没完全恢复。要是因为我在他面前猜忌他孙子导致什么闪失，我罪过。我补充说明，放心，我不是想反悔，我只是想保命，当个失去爱情的富婆。虽然我失去了爱情，但我有钱啊。我信誓旦旦，我保证以后当个乖孙媳妇。婚后我对周庭先生相敬如宾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他喜欢女人，我耳聋眼瞎纹个微笑唇，底线是和阿姨一起伺候姐妹们月子。
他喜欢男人，我也愿意承担污染眼睛的风险，亲自帮他验证那些男人行不行？赚的就是这种窝囊费。周老爷似乎被打动了，开口：孙媳妇，你放心，他要是敢对你不好，我打断他的腿。苍老的声音完全不说我关注的重点。老爷子情绪激动地带出几声咳，不仅打断他的腿，还打断两手。嗨嗨，爷爷给你撑腰。我安抚他老人家：老爷子，你先别激动，毕竟和我过日子的是他，你激动也没得用。周爷爷不咳了，他看我一眼，点点头。孙媳妇，还是你说的对，证还没领，先把关系确定了。我不放心，悄咪咪坚持问：是不是他那方面不行？周爷爷一愣，盯着我。应该是声音过小，我解释道，就正常男人那方面的欲望。周老爷眼神呆滞，随后给我个高深莫测的笑容。我企图读懂什么，认真思考，完全忽视早已站我身后的人。下一秒，周老爷指了指我背后：诺，他的问题我不晓得，你要问他。鬼使神差，背后冷凌凌，似乎有道寒光逼近，带着巨大压迫感。我意识什么，面部表情不由僵硬。周老爷身子往后一趟，无辜朝我眨两下眼睛。嗨，他在你后面，你自己问吗？听我说，谢谢您。事已至此，我艰难转过头去，硬挤出个笑容。周先生，你好。男人盯着我，礼貌点了点头。苏小姐，你好。五官逆天，灿目剑眉，果然有钱的长相都深得我心。忽略他接下来的句，我坚信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不算太差。他弯了弯唇，对于你刚才的问题，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。他看着我，目不转睛，天生的桃花眼看狗都深情。应该。我稳住，不要慌，问题不大。我强壮淡定，唇角肌肉亦维持好看的弧度，但显然脑子跟不上嘴。哦，是吗？我不信。强颜欢笑的语气参考鲁豫采访切片。说完，上扬的唇角竟然抽了抽筋。我熊猫手捂脸。周婷皱着好看的眉头，显然被我的回答震惊到了。别说他，我也被自己震惊到了。正当我想说点什么补救时，他往下接话：苏小姐要是担心，我可以去做个检查，到时候给你发报告。不愧是经历大风大浪的总裁，解决问题的办法很是直接有效。个鬼嘞！我还没说话，周老爷子替我回答了。这个主意好，不仅赞同，还带上几分威胁。医院就有男科，你去挂个号，现在立刻马上，你要是不去，你就是孙子。老大爷，你要不听听你在说什么？我捂脸，五指露出个缝，观察周婷反应。周婷不恼，我们在指缝里隔离对视一眼。他不急不缓道：苏小姐，来都来了，不妨一起。我抿唇，拒绝的话被他堵在喉头。据说证明很容易造假。我听谁说的？算了，破罐子破摔。好，我跟着他出了病房。过道里的冷空气一吹，脑子清醒不少。在将要跨进男科的门诊楼里，我停在脚步。周先生。啊。他停下来看我。我扬了扬带有皇帝新装牌虚拟表的腕。今天时候不早了，我要回去加个班，恐怕不能陪你了。不等他回答，我先告别。再见，不用送了。我转身，肩膀多出一只男人的手掌。他抚着我肩，强制转了180度的方向，开口带上几分无奈的笑。门口在那边。我盯着他黑色皮鞋的肩，不敢抬头。多谢。说完，我提步又想逃跑，瞬间又被拽回来。加个微信。抬头，视线直直撞进他的眼里。在我3分迷茫、3分无奈、
四分无言以对的屏状眼神中，他很坦诚。之后方便把报告发你。他语气淡然，似乎这份报告是上市公司的财报，主打公开透明。但一想到报告指标，我双颊不由发热，但嘴一如既往不服输。好的，之后我会认真拜读。医院见面后的第3天，我和周婷扯了证，整个领证流程，他只出现在签字按捺的10分钟。深刻怀疑，要是结婚证能带领，他可能10分钟的时间都没有。他也太快了吧！闺蜜语不惊人死不休。我用吸管戳了戳奶茶盖，没有体验，不予置评。闺蜜竟然同情看着我。如果她真的那方面有问题，你岂不是很惨？我冷笑一声，不带犹豫点下店里最豪华的下午茶套餐。请叫我英年早婚的独立女性，契约为上，合伙人的10分钟谁稀罕？虽然他帅，但小说里那种一夜13次郎难道不更香？呵，下次我们约椰树牌直播间。闺蜜悟了，她开始心疼自己。不像我做不完的 PPT。我和闺蜜在同一个公司，我项目一组，闺蜜是项目2组。2组主管是个已婚油腻男，做事风格极其猥琐。闺蜜入职1年，忍了他咸猪手1年。我无法做决定闺蜜的辞职。周一上班，闺蜜从办公室出来，下一秒给我发来消息。我想杀了她，恶心，她竟然摸我手，想离职，可是马上要发工资了。掉不了一块肉，我就当被狗啃了，给你抱怨2句就算了，换做以前我也忍，但现在我忍不了了。我给她发消息，灭了她，离职后我养你。我发过去文字后，闺蜜重新拿份文件进了主管办公室，并将手机保持全程通话状态。我开启录音，闺蜜开门见山，你这是骚扰。年纪轻轻不会好好说，我这是教导。你毕业也才1-2年，做事什么都不会，手把手教怎么了？告诉你，摸你是看得起你。这个公司虽然我是主管，但老板和我10几年交情，只要你还想继续干，就只能听我，不想听下去。我推开办公室门，里面油腻猥琐的主管被吓得脸白。你干什么？我竖起中指，干你。我拉着闺蜜进了老板办公室，在我不顾后果将证据及劳动法搬出来的威逼利诱下，终于我们3个人都离职了。好在那人罪有应得，身败名裂，我和闺蜜拿到了 N+2 的劳动补偿。离职后，闺蜜头脑异常清醒。宝，虽然你说养我，但没有物质基础的友谊就是一盘散沙。我有点油啊。闺蜜早出晚归，我也不好一觉到黑。我虽然是一个富婆，但很多时候我还是不习惯富婆生活。我起床打开淘宝，在一条2300的裙子和280的裙子之间仍犹豫不决。周末是周氏家宴，这个月的家族聚会，一来联络家族感情，二来是周婷新婚，需要介绍我这个新妇。仔细想，那天肯定姑婶姨嫂争奇斗艳，哗啦啦的金饰闪钻比流水的鸡蛋还多。比不过。随后我打开280的裙子的界面，付款下单，一气呵成。与其内耗自己，不如挑剔他人。周末到点，周婷接我，坐上车后座，我将烫卷的长发扬去背后。周婷在旁边从上到下看，足足3秒后才笑着夸了句：裙子不错。裙子280，领券加淘金币折扣满减250。发型680，3小时的臀部加1800的会员。我真的会谢，谢谢夸奖。说完，气氛多少带些尴尬。礼尚往来，我是不是也该夸夸他？这人穿着质感突出的银灰色西装，搭配酱紫条纹领带，从上到下就没有哪处是不完美的。在我选择开口的切入点时，微信震动。闺蜜和我吐槽她奇葩的求职之旅。
有家公司面试的选择题，钱多是多和钱少是少的工作更倾向哪个？闺蜜倾向钱多是多，但 HR 让她回去等消息。我正准备回复，屏幕前横出手腕，周婷手在空中画半圈后扣着领结，松了松。我敏锐的打工人意识觉醒，把空调拨片朝向她。没毛病。我低头正准备回微信，她轻咳2声，难不成是太冷？她还未开口，我又把空调拨回来。No problem。我低头又准备回微信，她再次划过我屏幕去松领结。OK， 我帮她再次拨空调。脾气好的我都不敢相信是自己干出来的事。我低头，不出意外的，又出意外听她咳嗽。没事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我挤出个微笑去拨空调，手腕忽然被擒。我视线落她的手掌，骨节分明，很是好看。两手触碰，摩擦的温度传来，旋即放开。小插曲被她轻松接过去。她笑着问：苏小姐，工作很忙？不忙，上周刚离职。我打工人微笑。还好，是闺蜜有些小麻烦事，我在助人为乐。她回答完，拿出手机，低头操作几下。我不明所以，下一刻，支付宝收到一笔转账，个10百千爷。我正想谢谢大爷，周婷正声，暂用苏小姐几分钟时间，这次家宴需要注意几点。第一，家里人多，记不住没关系，跟着我称呼人便好。第二，家有点大，不该去的地方别乱走。他继续补充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点。说完，挑眉看着我。注意的地方比较多，周小姐会不会介意？我有没有红包不要紧，关键是不介意。半个小时后下车，周婷长腿迈出去，屈臂看着我。不言而喻，该配合她演出的我尽职尽责。我笑着搭上去，她顺势往上一带，顺其自然，踩着6厘米高跟鞋的重心偏向她。有了她装出来体贴的扶持，我走路如履平地。肢体接触，我精神紧绷，生怕占用她太多力量而导致被嫌弃，从而失去下一次发财机会。但紧接，我被有钱人的别墅刷新认知。周氏别墅独栋，前厅后院，中庭层高4.5米，装修结合中西式热门概念，富丽堂皇的色彩雕琢复杂工艺，主打审美与艺术并存。我在别墅看风景，别墅里的人在看看别墅的我。我和周婷进门，一屋子的人排排站过来围观，虽然嘴角含笑，眼神的打量毫不遮掩。我强装淡定，屈指的力道不由加大。周婷动了动手臂，一只手轻轻拂过我的手背，莫名的，我的心安宁不少。她转过来看我，微微挑眉，示意我跟着她叫人。戴伯公、二姑婆、三舅婆，叫一声，左腕带圈金镯。大伯、二姑、三舅，四叔喊一句，右腕带圈金镯。堂弟、表哥、三嫂、四妹。一轮完，再中超标不说，还有周氏往来亲密的旁系亲友拿着红包排队。想起网络周氏大家族的传言，沉甸甸的重量令我胆战心惊。想象中富婆斗艳没有上演，甚至连一句刁难的话也没有。我看着挂满胳膊的金镯子，再次陷入沉思。难不成他们在用重力攻击？但我面上依旧维持标准的微笑，痛并且快乐着。在我脸都要笑烂的时候，周老爷子推着轮椅出来，补充说明：甜甜，我最得意的孙媳妇。周老爷让我推她去散步。我受宠若惊，不由自主瞄向身侧。周婷她也低头朝我看，她俯身在我耳侧，轻声道：去吧，爷爷的红包才是最大的。灯光交错，倒映出我两高低的影子，亲昵的姿势，像对新婚燕尔的夫妻。不过是演的。周老爷，唐庄那位，你们大伯公，就是他放狗到我公司撒尿。
红裙子那位，你们三舅婆不下3次把麻绳挂房梁上。我感叹，爷爷，这些年你辛苦了。周爷爷示意我停下。辛苦什么？戴伯公为了和你抢一块地，竟然放狗。三舅婆虽不满意每年公司分红，但也不能拿绳子挂自己呀。周爷爷黑脸，网上这么说的。我点头。周爷爷，屁！放狗是因为那段时间公司有人泄露机密，你大伯公把狗子弄来咬别个。你三舅婆是年底我串亲戚，非要喝酒，他们劝不住，他就以死相逼。还有那些老东西等着我死，是因为我拉着他们通宵麻将，输了钱就合伙说帮我买墓地。那和网上的不能说一模一样，简直是毫无关系。我坚强接受了婆家 hard 模式的转为 easy。周老爷聊得差不多，他放我离开，去找周婷吧，知道你们新婚燕尔，谁也离不开谁。您老人家究竟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回中庭，隔着人群一眼看到周婷，她西装笔挺，端着一杯红酒，举手投足散发出的魅力是那么耀眼。同样耀眼的还有围在她身边的黑长卷，这人我认得 ，FD 资本千金。为什么有印象呢？因为他回国的热搜就在我的热搜下面。两人举杯，相谈甚欢，周围人也默认这两人间的亲密社交。Easy 模式开局，外来人要清楚自己的定位。我是来加入的，不是去拆散的。不远处的黑长卷同周婷碰了一杯，两人含笑对视。我正想退，大伯公竟然端着白酒杯找上我。我干了，你随意。我能随意？反手我就一饮而尽。戴伯公，之前对您不太了解，爷爷给我说了很多，我再敬你一杯。说着，我正往杯子里加酒，戴伯公拦下我。你丫头慌个啥嘛？旁边的都等着的。我回头，二姑婆、三舅公、大伯、二舅等都对我颔首示意，都是给了金镯子的，不能厚此薄彼。我眼睛一闭，后来一打53度的飞天茅台见底，在我强调3次没醉后，迷迷糊糊撞进一个怀抱，脚下忽然悬空，我被人抱起，鼻息涌入清雅的佛手柑香。我清醒不少，睁眼对着周婷精致的五官，她把我抱回房间，动作轻缓放在床，顺带把鞋也脱了。做完这一切，她没有立马离开，为我掖完背鱼，顺手帮我整理刘海。她轻声笑：“你没醉，就是困了想睡觉，女酒鬼。”我俩离得很近，近到她说话，我的注意力全在她睫毛，扑闪扑闪的像黑蝴蝶。说完她想走，起身刹那，我伸手去拽，酒壮怂人胆，鬼神神差的，我扯着她领带，手腕使劲把她往我眼前带。她的脸被我拽到眼前，我吐字不清，边说边用手拍她的脸。金镯子，我的。周婷愣了，足足3秒后，她才回神，颇有耐心，用手心抚着我不安分的手背，无奈笑道：“是你的，可以休息了吗？”温柔的语气似要把人溺亡。我呼吸一滞，扯着她领结仍不放，甚至再往下拉了拉。顺着我的力道，她俯下身来，距离再次靠近。我的唇瓣蹭过她脖颈，擦着她下颌线过底的耳垂，肉眼可见的，她耳廓染上一层红。她眉头机不可察皱了皱，身体已然僵硬。名为借着酒精的暧昧在我俩之间萦绕，我心中纠结下一步是否能进行。然后我举棋不定，唇微微往上凑，停顿2秒，我犹豫不决。然后呢？闺蜜提着爱心早餐来看我，迫不及待问。然后我记得，然后呢？然后我打了个嗝，9嗝。熏得人一气冲天。他醒了，我也醒了。丢脸啊！我承认，借着酒劲是想要发生点事情，但丢脸丢到太平洋，我只能装死假睡。
结果就真睡过去了。第二天醒来，我无颜面对，找了个借口让司机把我先送回公寓了。闺蜜声音加高，不可思议问：这么长时间，他也没联系你？联系过了。早上我到公寓，周婷发来微信：你的东西落了，附赠一张明晃晃的全是金镯子的图片。闺蜜，他等下送过来。我发地址让他寄过来。闺蜜白一眼，怂逼。对，她说的对。话锋一转，闺蜜给我推荐工作。上次我问过，是招总助的助理，公司业务量猛增到2倍半，但总助只能顶2倍，所以招个半人岗。听起来很符合我的需求。周一我投了简历，面试约周二。公司在 CBD 的写字楼，人员不多，除去会议室和总经办是独立办公室，只剩一个大办公室通用。见面 ，HR 给我端一杯水。会议室里面有人，请稍等下。我只能在没人的工位坐着。约莫半个小时，会议室的门打开，有人出来。我起身，对上一双熟悉的眼睛。周婷依旧一袭西装，私人定制的裁剪衬得整个人肩宽腰窄。我很明确，这家公司和周家没关系，但周婷为什么出现，实在不得而知。我和他对视一眼，装作不认识的模样挪开，之后悄悄目送他离开。见他背影出门，微信却收到提示：周婷，苏小姐，等下一起走。我秒句：周先生，虽然我很想和你一起，但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我在外出有点忙，下次再约。我的确要先面试。面试流程简单， HR 了解基本情况后，便是总助面试。他简明扼要。公司正处于收购阶段，我捕捉到了重点。什么收购？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会办公软件操作吗？会就明天来上班。迷迷糊糊 ，HR 拉我去入职。出写字楼，我才反应过来。掏出手机想摆这家公司是不是有什么大坑时，微信已经收到几条消息。何意说等下有人来面试。有个消息，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。周氏刚签完收购合同。老板娘，现在有时间吃午饭了吗？老板，好的。人生是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想开点，以后和同事一起工作，就能知道谁在摸鱼了。周婷约的餐厅离写字楼不远，我到时他已经点好了菜，广式菜系的清甜口，有鱼有虾。见面，他边剥虾边问：苏小姐，如果我没记错，何意离你公寓挺远的。虾对于我来说，嘴是爱的，但手并不那么想。我挑了一块鱼，边吃边回答：是的，周先生，我正考虑换地方。毕竟几十斤的金镯子放在复式一居室的公寓并不安全。周婷剥虾的动作一致，想说什么，但我微信连续收到几条消息。稍等，有个介绍是你表妹的人加我，周佳慧。她说有礼物，让我发地址。周婷点了点头，示意我发过去。发完消息抬头，包好的盘子被放置在我面前，各个掐头去尾，一看就很好吃。他放碟子的姿势顺其自然，我也顺口接了句：谢谢。虾的确很好吃。刚吃2口，周婷忽然问：你发的是哪里的地址？我公寓的。回答完，他面色凝重。我觉察有什么大事要发生，但细想无解，毕竟我还没搬走，发公寓地址也说得过去吧。果不其然，下一秒他手机收到微信视频：周老爷打来的。周婷接下，皮笑肉不笑的笑容：爷爷。哟，孙子，还记得我是你爷爷呀？周婷，不敢忘，再说你刚也提醒过了。周老爷呵一声，忽然 Q 我：你和甜甜在一起吗？猝不及防，周婷把摄像头转过来，对准正在看戏的我含着快尖，口水已然垂涎欲滴。我学着周婷的模样微笑：爷爷，我们在一起，
随后把摄像头对准桌面。爷爷，你看，有你最爱吃豆角焖排骨，我帮你吃哈。周爷爷，那我谢谢你哈。周婷抿着唇笑，我瞪过去，他眉头一挑，我又无奈转过来。没办法，骂不得，打不过，只能当爷供起来。周老爷玩笑归玩笑，接着说起正事。昨天有个风水大师算了一卦，说我们祖屋。周婷打断，爷爷，等下。他眼神递我，接着拿手机出去接听。是什么事？我不能听。我本来想生气，仔细想又没有立场，老老实实吃虾。等他回来，我已经吃完一碟虾。周婷开门见山，苏小姐，有个好消息和一个不那么好的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我眨眼，可以都不听吗？好消息是以后你上班只有10分钟车程。不好的消息是，今晚你可能要搬家。我真的会谢。周婷弯起眉眼，温柔的口吻，说出来的话却很难让人拒绝。爷爷晚上带风水大师过来，我和你都要在场。他年龄那么大，我不能拒绝。我们办过手续，住一起应该不犯法。他话说成这样，似乎拒绝不了。但我就是我，不一样的烟火。我们家风是要办宴席才认的。我还想说什么，支付宝适时到账5个0。其实现在是新社会，谁还记得什么家风？回家收拾东西，心里始终觉得不安稳。我和周婷认识不过2个月，闪婚后他尊称我静宇，生活各过各的，忽然要住一起，但回想又觉得有不一样的可能。我给闺蜜发消息，你说又帅又有钱的男人会对你一见钟情吗？他为你脱鞋，为你剥虾，还邀请你去他家。闺蜜，什么？你和周婷住一起了？我正常点。闺蜜，安啦，你人美心善，我是男人都会喜欢你。我承认自己长相尚可，但也算普通往上，而对超越几个阶级的周家来说，这种长相是不够的。就像裙子，200块的和2000块的提供的价值肯定不一样，超出自己预期太多，有种深深的不配感。周家完全有更好的选择。宝，不要觉得自己不配，他不过是长得帅点，有钱而已。谢谢，有被安慰到，个鬼嘞。闺蜜，忽然想起，周婷把她的报告发给你了吗？报告。闺蜜，没关系，今晚见真章。我简单把自己的换洗衣物收进行李箱，周婷本想接我自己打车过去了。180大平层，黑白灰主调，软装却藏点杂糅波西米亚和哥特式的心机，和他给人的感觉一样，吻着笑的时候内敛深沉，但时不时语不惊人死不休。接触久后便知道他属于闷骚型。我把皮箱拖进次卧，随即想到万一老头子是茶房，别看出来就麻烦了，又把皮箱拖回主卧。我拿出一套家居款长袖睡衣，去了洗手间。我这人洗澡有个癖好，那就是喜欢纵情高歌，从死了都要爱到青藏高原，最后还放晴一首忐忑，炸裂的歌喉，极致的享受。洗完澡出来，嗓子也哑了，我毛披肩去拿杯子倒水。吧台找到一只靛蓝色朱雀杯，倒好水正准备喝，猛然发现沙发上一个人影。周婷闭着双眼靠沙发上，疲累的模样似乎受够了什么脏东西的折磨。我唇角抽搐，你回来很久了。他睁眼看过来，目光停我杯子2秒，眉目旋即舒展，还好。我松口气。他又补充，歌唱得不错，下次不用了。这口气出得七转八绕，还不如不出。周婷压着唇角，但带笑的语气已经出卖了他。你洗了？我不是很想理。本来是打算等他回来之前吹干头发，但好像现在弄巧成拙，湿漉漉的头发垂下来，看着更尴尬。你要不要去洗一下？随意说句缓解尴尬的话，但话出口好像更尴尬了。
都是成年人，听起来像邀请。周婷也愣了一瞬间，随后摇了摇头。不急，不急。我自然产生怀疑，究竟是真的不急，还是根本急不起来？我埋头喝水，他视线停我杯子上，正想说什么，门铃催命般响起。周爷爷埋着大老巡视的步伐扫屋，后面还跟着一位白眉老头子。巡视完，眼神抓着我的皮箱不放。孙媳妇，这皮箱都还在，你怎么像新搬来的一样？我皮笑肉不笑，朝人举了举水杯。爷爷，你开玩笑，明明我都换睡衣了，你看房间里的水杯在哪我都晓得吗？周爷爷眯着眼睛笑。哟，你们两口子都喜欢用这只杯子啊？我喝水动作僵住，想起周婷此前模样，难怪她欲言又止。周爷爷一个劲催我们，你们回卧室待着，莫打扰大师要测风水。白眉老头拿出道士罗盘，开始在房间巡视。我回头看，被周婷两只手扳正脖子，关进卧室。他倒是说了句自便，然后打开笔记本处理公务。两条大长腿交错，骨节分明的指尖敲击键盘，西装勾勒硬挺的肩背，往上是流畅分明的下颌线。五官精致，鼻梁高挺，当真全身令人挑不出错。认真工作又长得帅的男人，给人致命吸引。下意识，我盯着他的脸，吞了吞口水，莫名干涩，不自主又喝两口水。想起这杯子又被周婷喝过，脸颊温度陡然上升。卧室不热，肯定是我穿的是秋季纯棉家居睡衣缘故。作为一个日常混迹椰树牌直播间的资深姨姨来说，竟然对他产生满脑子废料。我烦躁不安，别过头不去看他，又忍不住眼神打量。他分眼神给我。苏小姐，热？还好。周婷起身去拿床头柜里的空调遥控，打开空调，室内温度下降，我的确清醒不少。我深吸口气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，对他笑了笑。周先生，你每天都工作很晚吗？周婷合上电脑本，颔首笑。正常996。说完，书弟挑眉问我，那种霸总小说的总裁一天工作多久？这题我会，也就不超过25个小时吧。他低头轻笑一声，噙着的笑意到达眼底。我抿着唇望着他带弧度的薄唇，似乎很好亲，不由自主，脑袋里又有废料，猛地被我打住。我去拿遥控器，空调降低3度，有点热。转身，我去拿杯子，已被周婷拿在掌心。他早仰头，一饮而尽。我去接点水给你。等他接满水回来，我脑子已经不够用了。爷爷他们还要待多久？快的话2-3个小时。我打了个哈欠。你要是困了，先休息一下。我是真的熬不住了。赖床倒下去，空调的凉意配上柔软的被子，我倒头就睡得不省人事。迷迷糊糊，额头似乎被触碰，睁眼，柔软的唇刚离开作案现场，我猛然一个抬手，攥住了他的领口。周婷洗完澡，额前垂下几丝细散的刘海。他许没料到我醒得如此及时，被拉着身子往前倾倒，手臂撑着床沿才稳住身形。他拧着我，斜长而又深邃的桃花眼一勾，整个人的气质带上3分蛊惑。情景再现，梅开2度。我呼吸放缓，鼻息却止不住侵入他刚洗完摄人心魄的香。毫无疑问，只要我轻轻仰头，我们就能顺理成章完成人生大和谐。可上次是喝酒，这次没有。我抓住的手掌刚想放开，他却轻身扶我耳边低语：苏小姐，家里有酒，要不要来点儿？潮热的气息灼得我耳朵发痒。牡丹25年面对这种男人，真的很没抵抗力。况且在犹豫，对他真的很不礼貌。我刚抬起下巴，0.01秒，手机铃声破天荒地响起。他压下唇角，陷入沉思。这个电话非接不可吗？
事实证明，真的不可以不接。他按下接通。周婷哥，你现在在哪？ FD 银行千金，娇滴滴的声音传出来，我骨头都酥了。我为什么熟悉呢？因为网络搜过他的采访。周婷去阳台接的电话，回来，脸呈饼状图分布，3分严肃，3分冷静，剩下4分漫不经心。我有事外出一下，等我回来。我打工人般的微笑。好的，老板。早晨，我和闺蜜面对面交流。她回来了吗？之后你俩继续了吗？你不知道，你难道提前跑了？我话都被她说完了，我还说我锤子。你不会是接受不了她去哄别的女人吧？来，话筒给你。宝，当个有钱没爱的富婆不香吗？为什么非要去尝爱情的滋味？我鼻尖涌上酸涩，你知道，从小到大我都过的是自己爱自己的生活吗？我爹都从来没有给我1000万，甚至我妈也没有给我包过下。他长得又帅又有钱，明明都在我睡着的时候偷亲我俩。他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他，错了吗？终于，我活成那种要男人也要钱的讨厌模样。闺蜜，那要是他那方面不行，你也不介意吗？我话被堵住，闺蜜继续补充，往好处想，如果他昨晚没回来，是不是证明他那方面没有问题？真的，安慰这件事上，闺蜜是有天赋的。悲伤并没有持续太久，我和闺蜜各自上班去了。刚到公司，人员都在办公室集合。我拉着 HR 小姐姐胳膊问怎么回事。HR， 新老板走马上任，先开个周会。新老板，差点忘了自己的老板娘身份。开会3分钟前，我进会议室，本想缩在角落，谁知道总助点名让我给老板换杯热咖啡。我没反应过来，总助开始反讽：怎么，要我亲自去吗？我硬着头皮上，端好咖啡给他送去。周婷点头微笑：谢谢。没错，我们俩默契的在公司装作谁也不认识谁。重新缩回角落，手机收到 HR 小姐姐的唠嗑群消息：新老板好有礼貌，他看你眼神不一样咦。苏苏婚否？抓住机会直接上。已婚，勿 Q。谢谢姐关心，已婚了哈。本来说这句话是防止以后被拉人头，没想到这句成了我入职的第一难关。下午 HR 录入信息，当场验证。陆公积金账号，麻烦提供下你老公的身份信息。啥信息？啥老公的信息？我现在离婚是不是就不用了？玩笑归玩笑，还是老老实实朝周婷发去消息。老板，有个资料麻烦帮忙提供下。周婷回复的及时。你进来，我在办公室。进办公室，周婷正好抬头，鼻梁架着黑丝镜框，藏蓝色西装搭配酒红色领结，整个人显得禁欲与儒雅。她弯着唇角，灿然一笑，仿佛整个办公室迎来春天。我怀疑她又在勾引我，但没有证据。我不多留便开门见山：周先生，那个身份证信息是人事那边。话没说完，他直接将身份证图片发我微信上。我正打算离去，他又开口：晚上一起吃饭。该是被笑容迷惑，我答应了。身份证号码发给 HR。苏苏，这身份证号码和新老板的一样。我小黄表情无脸。真的吗？重号了吧？我蒙混过了 HR 的这关。下班，周婷将车停地下车库，我眼观六路，确定没有人，便偷溜着上去。他坐驾驶位，把选好的餐厅位置给我看。酒，需要来点吗？我不能怂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他挑眉，笑得好看。一脚油门踩下去，车辆还没启动，他手机震动，屏幕备注是千金。挂断，踩油门，响铃声，启动暂停。手机再次震动。
反复2次的油门刹车令我感到不适。他再次想挂断，我阻止了。周先生，你要是不行，真的可以直说，没必要每次都用同一个借口。我自己打车离开了。之后，某银行独女和某独孙的消息在网络热搜首前10中占了3。回公寓，我边吃外卖边点进椰树牌直播间。世上男人千万，实在不行咱就换。虽然我没有爱情，但我还有钱啊。果然，女人都是爱看帅哥的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已经不去想这件事。我妈打电话，等几天元旦，你弟带女朋友回来，你不回来看看？工作比较忙，之后看时间吧。我弟是我带大的，按理说我们感情应该深厚。的确，他小时候依赖我，但青春期不知是他叛逆还是成长，我们也就那样。其实我从小又当爹又当妈，是真的不想惯着他，但奈何我是老大，必须承担姐姐的责任。但最令我不适的是父母不理解，譬如我妈接下来的话精准踩到我的雷点。哟，是不是工作翅膀硬了就不回来了？你弟把女朋友第1次带回家，你这个当姐的也没有一点表示吗？算了，我就当养你读书这么多年读傻了，这点都考虑不到。我头脑一热，嘴瓢了。上个月我也结婚了。妈，小时候你忘了你弟为你打的架，不是你找麻烦，你弟学习肯定。什么？你结婚了？什么时候？和谁结的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意识到会给周婷带去麻烦，挤出笑。妈，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也快离了。弟弟到时候带人回去，元旦我也回去看看哈。我妈开启3番5次的逼问，实在受不了。我说周婷是一个创业公司老板，没什么钱，长得就那样，挂断电话。第2天上班，我抱着尝试的心态点开周婷微信，界面停在昨晚周婷发的最后一条消息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等几天会给你解释的。脑补周婷发消息时的模样，收起她玩世不恭的笑容，带着真诚和用心。我想给自己一个大逼斗。好女人从来都会自我反省，这可是给你1000万还不用负责的金主爸爸，怎么能把他当你的老公呢？可爱 JPG， 你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没有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周婷，是吗？我不信。亲，你不相信是你的权利，但不能让你相信就是我的能力。是我能力有问题，大哭 JPG 周婷，正常点，请问是苏小姐吗？亲，建议你开启付费聊天模式，提供人脸验证识别对方身份信息。消息已阅，支付宝到账5万。谢谢老板。周婷，有事找？办公室来谈。进办公室，周婷抬头，把手中处理的文件放在一旁。她抿着嘴唇，似乎想解释，我率先抢话。元旦我弟的婚礼，我爸妈说想见见你，如果你不方便，可以不去的。理由这些我能想7、8个，真的不用。周婷，我陪你回去。他答应了，打断我的话答应了，末了回我笑容。其实我很心虚，为了掩盖这份不安，找他之前，我腹内打了800字的作文。可是他如此轻松答应，肚中文墨没了用武之地。我呆愣愣在原地，一时语塞。我家在农村，你回去可能不习惯。我爸妈不会影响我们关系，如果需要耽误你的时间，真的没有必要。而且我父母是农村人，家里一大堆农村的，肯定会拉着你。周婷面色逐渐凝重。苏小姐，在你眼里，我们是什么关系？应该合法的夫妻关系吧？不确定的语气显出我的心虚。他是他爷爷薅来致谢的，我是一不下心成了回热心青年而已。他语气肯定，自信点，把应该去掉。今天晚上，我一个机灵，瞬间摇头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我都要长痘了。我晚上加班，点了外卖，不约
真的不约。元旦前一天，我和周婷回了周家宴。进村，村长家的狗都不吠了。我领着周婷到了我家，门像装自动装置，靠近就打开。我妈站门口打量周婷3秒，没给我一个眼神。她嗓子一吼：“婷婷是吧？来来来，里面请。”我疑惑，带周婷进门，抬头，几十双眼睛齐齐盯过来。周婷不自觉朝我靠近半步。原来一村人都到齐了，连村长家的狗被套上纸废气跟着。像上次回周家班，不过这次接受洗礼的是周婷。一村人围着周婷开始攻击。还好，家里做生意的，开了个公司，创业阶段，养家糊口而已。家里人不多，我是独子，爸妈有退休金，虚岁近30，眼看问题越来越刁，我刚想上去解围，我妈先声夺人，她戳了戳我弟，叫姐夫。我弟是懂聊天的，他冷笑一声，吃席都没的，这样也太吃亏了吧。还有妈，你不是说我姐该是被什么人骗了？你就看别个长得人模人样，怎么变卦这么快塞？瞬间，整个大院鸦雀无声。我弟低头又看着我，还有姐夫这么帅，该不会是你花钱从网上雇的吧？要不是看现在这么多人，我肯定反手一拳下去。我妈尴尬笑了几声，全村人也不好再留。我弟便凭一己之力送走客人，他头脑异常清晰。妈，你冷静点，我姐刚回来，姐夫还在这儿，你要揍我也先去把饭蒸好再说吧。说完，留下我妈和我面面相觑。我妈走了，我只能找补。我弟之前不这样，应该是这些年刚入社会，遭受了什么打击。周婷压着唇角笑，之前他是不是2、3岁的时候还追你后面要糖吃？你怎么知道啊？苏小姐，你知道我祖籍吗？据说我们村的首家是周姓，几10年前政府修高速，周家祖屋被征后，整家就全搬走了。搬之前，周家有位老爷爷在村口开有小卖铺，夏天我经常去吃雪糕，在他搬走后，小卖铺就关了，我也没有雪糕吃。当时我年轻，想着没有雪糕，但周家连房子都没有了，我一边哭一边替他们委屈。现在长大了，虽然我也为村里小孩没有雪糕吃而悲伤，但爷爷的拆迁更让我咬牙切齿。但我想到当时周家搬家，浩浩荡荡来了几排车，以及很多人，其中有位比我大3、4岁的男孩，我意识到一个问题，该不会我们小时候见过吧？周婷回答的模棱两可，或许吧。我还在思考，听到我弟和我妈在厨房议论，你还好意思说你姐，你女朋友嘞？妈，我亲耳听到姐夫叫她苏小姐，很明显这2个人还不熟悉。我从窗户里面伸头进去，忍无可忍。这是第3次，之后你说话给我夹起尾巴注意点。窗户加了铁栏，我头卡窗缝里，凶巴巴瞪着我弟，再挑拨我揍你哈！威胁完我弟，我的脸颊被2只大掌包住。周婷拔出我头，你小心点，容易被卡住。周婷不知被什么戳中笑点，忍俊不禁给我说，苏苏，把你弟的微信给我，我和他谈谈。他这一笑，我注意力全在他脸上，全然没注意他更改称呼。下午不知2人聊了什么，苏正不仅夹起尾巴，甚至还帮周婷说几次话。我妈和我爸还有我和周婷4个人便开启了短暂的私人会议。我妈不必说，在看到周婷这张脸后全然没有问题。我爸已被周婷答应的条件给折服，房子会是苏苏一个人的名字，婚庆、彩礼、3金都可以按当地习俗候补，婚后都听苏苏的，父母不会同住，孩子也不急，当然也可以着急。不说我爸妈，要不是提前和周婷沟通过，我都要被他感动了。晚上我和周婷2个人在房间大眼瞪小眼，原因无他，床太小了，1.2米的单人床，2个成年人躺下必定肩碰肩。
而我们俩目前的漂浮不定的关系，谁也不愿戳破这层窗户纸。我找话题，周先生，请教你怎么把我弟说服的？周婷略微思忖，我给他发了个红包，果然超能力发散的威力。我点点头，言语一顿，正想打趣，周婷又接话，然后给他解释，我对他姐一见钟情，我能好好照顾她。虚无的空中有层窗户纸正尝试破裂。周婷抬眼，深邃的眉眼望着我，唇角微微勾起，带着致命的吸引。我猜出他意图，心乱如麻，他想吻我。我像被定住般等着他的唇凑近，猝不及防，我余光瞥向门的位置，紧急叫停。等下！我轻手轻脚走过去，哐一声打开门，我弟俯冲而进。我反手抽出衣架，就要往他身上招呼。苏成，你变态，皮子痒了是不是？苏成慌着躲周婷身后。姐，你冷静点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举高衣架。对，你不是故意的，你是不小心的。眼见我打了几下还不肯罢休，苏成被逼得求助。姐夫，你管管我姐。周婷被我和我弟绕着转，场面一度十分混乱。周婷皱着眉，两只手臂环抱住我，局面才控制下来。我弟见缝插针，我真不是打扰你们的，我是给你们送东西的。说着把他兜里的小黑袋子递过来，人一溜烟闪没了。我被周婷放开，接过来打开袋子看，人就麻了。方方正正的盒子，还是加大码。我弟真的，我哭死。周婷把衣架收回衣柜，边走边问，他拿了什么东西？我把袋子扎好，两只手背后，带些警惕，但面上挂着笑容。嗨，小孩子玩意。周婷显然不吃这套，长臂一捞，轻轻松松从我手里夺过去。苏小姐，小孩子应该不会玩这个，犯法的。藏不住，我换了思路，起了挑逗的心。周先生，看来你很有经验吗？不多，后续是想和苏小姐一起探索。哦，那网传的千金小姐算什么？露水情缘。周婷一愣，并没有打开袋子，盯着我逐渐笑开。吃醋了？我一声荤素搭配，不怎么吃醋。周婷轻嗤一声。我补充，但凡事有例外，如果你需要，那是另外的价钱。周婷的笑越发得意，当即拿出手机，给我支付宝转账8万。过来，告诉你这件事。他把手机的微信聊天记录给我看。银行行长今年体检查出情况，需要常住医院，但是被拍了，为了压热搜千小姐才回国，我们两家世交，才想出这个办法转移热点。我假意佩服，周先生真是胸襟宽广，舍己为人。我和周婷挨得近，他抬臂环住我胳膊。当然合意收购，千家也入股了20%，相当于我们是合伙人。老婆，我也算为我们的共同资产打拼。我彻底麻了，但紧急关头，我想到当时和二姑婆的协议，当时的1000万加2套房，老婆都叫了，不会让我退回去吧？周婷爽快应答，桃花眼勾的人丧失思考能力。彩礼，我承认是被金钱蒙蔽的双眼，不是男人。周婷闭眼，黑色袋子。那这个今晚能不能打开？闺蜜不可置信，能不能打开？她竟然问你能不能打开，她真的好有礼貌。我无辜眼看她，我也很有礼貌。闺蜜暂停喝奶茶。我出于尊敬，我问她，我弟选的尺码合不合适？闺蜜，那合适吗？你猜？不说出问题的答案，我去上班了。到公司 ，HR 小姐姐就在群里发消息：今日分瓜，白富美千金提着保温杯加捧花进了总裁办公室门，附赠千金带着捧花倒进办公室的图片。我有什么问题吗？应该是未来老板娘，大家尽量少摸鱼，要有点眼力劲。
就是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老板娘一直在身边？总助，谁？你看我像吗？微笑 JPG 总助，做人要有梦想，可梦想和痴想妄想是有区别的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已经丧失了公开的欲望，地球毁灭什么的，随便吧。周婷在上午发来几条消息，直到下班2个小时，我才能抽空回复了她。忙，晚上见，苏苏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？没。她又发来一份文件，我打开一看，顿时头皮发麻。男性优生优育10项检查报告。周婷，今晚等着。挑眉憨笑小黄人表情包。我晚上和周婷约好一起搬家，想着衣柜里塞的大金镯子还没处理，我已经找好加工厂，还是金条实在。下班进后厢，周婷眼光追寻，我佯作不在意，对司机说：“走吧。”车子并没有发动，周婷忍不住开口问我：“报告看了？怎么说？”平时我习惯口嗨，但这种东西我真没脸细看。我脸皮发热，正想找什么话搪塞过去，余光一瞥，总助下班正朝这个方向走来。我急忙蹲下，在车后背的空间缩成一团，甚至把网兜里的杂志抽出来挡在头顶。周婷被我的大动作吸引，朝车窗外看一眼，眉头皱成团。不得不承认，大帅哥的皱眉都很好看。等总助走过去，我想起身，却被周婷伸出一只大掌压我头顶，动不了。幼不幼稚？但我不敢发作，只得轻声唤道：“周先生。”他笑中带讥：“周先生。”我脸一热，反应过来，笑容比较傻。嘻嘻，老公，同事今天在讨论老板娘，所以我要低调点。又补充，其实隐婚也是为你考察民情，都是为了公司，这点是我应该做的。周婷神色缓和，哦，那我回去好好谢谢你。等晚上搬家整理完，已然困顿，但周婷却候补谢礼，折腾到凌晨2点。苏小姐，感受到谢意了吗？我打个哈欠，敷衍说是。她侧躺着，唇凑在我耳边，轻轻的呼气，扰得我和清梦无缘。我撑起眼皮看他，男人微扬眉眼，眼神旖旎问我：“很差吗？”我点点头，猛然惊醒，立马摇头，心里暗骂：妖孽！不清楚吗？再送你体验一次。睡觉不可能，只能选择睡男人。第二天醒来，时针停靠10点。微信是周婷发来的消息：有早会先走了，记得微波炉妈的早餐。我惺忪睁眼，穿着睡衣去拿早餐，睡脑迷糊，边吃边打开聊天界面。老公，你把我衣服收哪里了？发完消息又低头啃2口三明治，再看微信，脚趾甲清醒到天灵盖。总助苏，虽然是半人岗，但现在是工作时间，平时摸鱼就算了，但今天有周会。你家那位是什么德行？把你搞成聊斋？我妈了。正想着怎么应付，屏幕多出回复消息：周婷，老婆，在衣帽间最里面的柜子。好像你掉马甲了，这是公司群。另外总助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多损啊！